麻州种植6区，大家好，我是子丽。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8月中的菜园。上周我做了一个视频，着重介绍了一些西红柿。那今天呢，我带大家再看一下其他的蔬菜，再更新一下朋友们对西红柿的反馈。韭菜进入了开花阶段，吸引蜜蜂，帮助我的瓜果类蔬菜传花授粉。韭菜花这个时候也可以摘下来做韭菜花酱。如果我想吃韭菜苔呢，我就摘这些嫩的，还能吃。像现在这样已经老了，杆子硬了，也不好吃了。你摘的时候就是摸到下面还软的话就摘，如果太硬了，你就干脆让它开花了。等那个韭菜花开过以后，可能再分一下吧，因为好多朋友在后面排队想要我这个粗韭菜的品种。我现在把细的韭菜都淘汰掉了，就留这个粗的韭菜，春天吃2波，秋天吃1波，偶尔还可以吃一点韭菜苔，这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的菜来不及吃，昨天还在吃蒜苔还有莴笋，这些春天的菜呢，保存的好，可以持续到现在还能吃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之前是一些洋葱我都拔掉了，旁边的树叶就让它过来做地被植物，同时你可以摘一点叶子吃。那后面呢是一颗丝瓜，有棱丝瓜。我是怎么打汁的呢？我一般都是上架以前都把下面的叶子和枝都打掉，上架以后我基本上就不管了，只种1颗。种1颗的好处就是修枝就不需要很多，你要是种很多的话，叶子和叶子叠起来，修枝就修得很，这样的话工作量反而就大了。我这么大一个 L 型的瓜架就种了1颗有棱丝瓜。那你种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肥水要充足，大水大肥伺候，丝瓜就长得好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没有挖很大的坑，去年入冬前埋了一些羊粪，那边那个丝瓜我埋了整整1袋鸡粪，长得更加好一点。上了架子以后怎么修枝呢？我基本上就不修，有些侧枝离开架子远了，我就把那个侧枝打掉，然后让它自己爬。那这个丝瓜架呢，左边右边我还种了西红柿，在丝瓜还没有爬上来以前，这些西红柿都有机会长大成树。这个是月优3号，这个丝瓜呢，最近看到有结瓜了。这个一旦有结瓜的话呢，你营养跟上可以基本上就不断。另外一头呢，是我今年种的毛瓜。我的毛瓜呢，种了2颗，这一颗呢，早早的挂了一个果，我这个准备留种的，已经好几个星期，可能都1个月了。种了2颗，左边1颗，右边1颗，都是单干整枝，因为我想下面的西红柿都有足够的阳光。这个留种的瓜，这一条过来到这儿拉下来，这个也是第2个瓜，一直到这儿又接了一个瓜，然后我上面就打掉了，我这个藤就完了。朋友说毛瓜应该嫩的时候采摘才好吃，带着皮，非常甜。我也试试看吧。因为平时来不及吃，我就让它挂了白霜，一方面可以留种，一方面可以冬储。左边是各种各样的小西红柿，右边是红枫林和 Atomic 对照实验。现在红枫林都在架子的上面了，底下的我把侧枝和叶子都打掉了。在果实的下面吧，这个叶子光合作用不好，而且容易黄叶，有 blight 真菌类的感染，所以尽量往上走。这些红透的红枫林呢，味道是很不错的。这个 Crazy Berry 呢，虽然是产量很高，但是呢，大家对这个口味呢不是一致性的认为好吃，口味偏淡、偏酸、
甜味少了一点。如果你想种一下高产，你可以试一下这个。但是如果你想种西红柿只是为了好吃，如果你种菜的地方少，就不一定要种了。那今年反馈下来最好吃的西红柿品种呢，除了红枫林、Sun Peach， 大家觉得这个芒果蜜还不错，味道还不错，但是皮有点厚。这个梦想青田呢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明年还会继续种。今年我还种了一些中型的西红柿在这个菜地，颜色是橙色的，产量还不错。如果你很喜欢胡萝卜素，应该比较好。那左边还有一种呢是 Dark Star， 产量看上去不错， Black Cream 一样的，口味比较淡。这个也是 Burpee 的比较新的品种。我每年会种一种既可以生吃，又可以炒菜，又可以做酱的，就是这个 Amish Paste。Amish Paste 啊，你看它一点没有浪费的，不容易开裂，底下是尖的，里边的肉非常的 meaty， 不像一般的做酱的西红柿那样生吃很干，它还是有一点的 juice。 这个苦瓜呢是我去年种的一种大顶苦瓜，当时呢最大的一个有3磅那么重，那朋友呢就把这个瓜的种子留下来了，今年种出来的形状基本上没变化，这个苦瓜也蛮大的，这里有3个连在一起的。那我是采用单干整枝的方法，因为后面结了比较多的瓜呢，前面就可能坐不住了。那后面的摘掉以后呢，我估计前面呢还能再长一下。有很多朋友就问，他说你用的爬藤架是这种金属的，是不是会很热？那如果上面没东西的话，你摸上去呢是有点热，但是它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淡，没有像这种黑色的话更加吸热。如果是在这个爬藤的下面，它叶子遮住了以后，那它这个温度就比室温还要低了，摸上去还有凉凉的。所以作为爬藤架，浅色的这种金属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植物呢它爬上去以后，它自己就把太阳光挡住了。这个苦瓜呢现在这个颜色，这种颜色呢都已经是成熟了，里边的种子就准备好就可以留种了。就种了一颗在这儿，单干整枝的，我把侧枝都打掉，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梁这样过去的。因为我们家里不太吃苦瓜，能够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接上几个大的苦瓜，那就目的达到了。而且它不影响旁边植物的生长。这个比较招这种 whitefly， 我要喷一下 neem oil。今年呢这个菜地里有虫害啊，我基本上就比较佛系，还没有用过苦楝油，只不过在西葫芦上我用了一次 BT。 这一颗吧，最早的时候你看我好像有南瓜藤蛀虫，当时我就注射了一些 BT， 好像这个就好了。这个抗病性好像也很好，摘了不少，现在又有很多在结瓜。西葫芦可以早一点种，或者晚一点种，或者分批种，避开这个虫害的高峰期。左边呢种了苋菜，很多人说苋菜不招虫啊，我种了以后我发现，如果是在有阴的地方，虫咬的痕迹很多，你在全阳的条件下种就没有。看看是什么虫子咬的呢？这个是什么虫子？看到没有？估计是这个虫子吃的，战斗力还蛮强的。还有就是有黄瓜虫，虫咬过的话呢，一般你洗泡一下，洗干净还能吃，但是影响美观呢，所以我很快就准备拉掉了。左边是紫薯，长得还不错，我要吃一点叶子了，叶子够多了，我让它爬过来一下就好。上面就是丝瓜，今年种了一颗夏风8号，朋友分享给我的种子，它这个形状特别的好，就从头到尾都是直的，它这个棱啊也不是很深的，所以去掉皮以后里边肉很多。这个呢口味很好，
甜的甜丝瓜。这个品种呢早熟，7月底8月初就开始结了，很漂亮，而且整齐，每个瓜都是这个形状，没有上细下粗或者是当中腰身细那种，它这个直筒的，所以我明年这个品种还要种一下。长江豆呢，今年我也是见缝插针的种，这个呢是在丝瓜的架子的两边种的。那前一段时间我发现鸟啊喜欢啄它的豆子，所以我就把它罩起来了。罩起来呢，这个鸟吃不到，我这个就可以留种。那不留种的豆呢，就尽量早一点把它摘了。这个是芽点，你这样摘，尽量把它早点摘了，否则的话就影响后面结豆了。长江豆呢，逆时针这样把它往上爬就行了，不要纵横交错的爬。种空心菜呢，最好种这种大叶的，它长得快，一下子可以收很多。假如是细叶的呢，产量就会低很多。那我后面这个豆呢，有点像轻扁的，产量还不错，但是这个豆角比较容易老。如果你可以勤快的摘，不让它老的时候摘，这个产量还不错的。那这里呢，我基本上就留种了。我之前在这儿裸奔种的几颗黄瓜，后来都牺牲了，黄瓜虫太厉害了。那我现在又种了一颗全籽的黄瓜，把它放在这个防虫网里边，旁边还种了 Swiss chard。我现在罩起来呢，也可以防虫，不会有前叶虫的危险，一次性的浇透。就可以管好几天。这个地方原来种的芹菜和生菜早就应该收了，我拔掉一颗就种上一颗。这个是 kale， 各种不一样品种的 kale。这个南瓜已经被蛀死了，埋在土里也没用。我早些时候在这个地方呢种了白菜和 kale。这个地方原来有根种病的，这个品种呢是抗根种病和抗抽苔的。1个月以前把苗移栽到这儿的，故意种在这个地方，看看这个品种的抗根种病的能力强不强。现在你看已经开始包心了。每年我的菜地里都会有一些新西兰菠菜的自推苗，现在你看到的也是一颗。我在没有菜吃的时候就会想来摘一点吃。这个新西兰菠菜耐寒耐旱又耐热，属于懒人必种的蔬菜，但是口味呢有点差。现在这个季节呢 Swiss chard 长得挺好，最近呢也没有什么前叶虫，这个虫害经常也是有季节性的。这里种了一颗南瓜，叫 Sweet Dumpling， 现在是白颜色的，结了几个瓜。朋友说这个味道 sweet 甜的，有点 coconut 的味道，尝一下是不是好吃。这个品种呢好像看起来没有钻心虫的问题，叶子还蛮健康的。这里呢一些 basil， 这个 basil 长得很大了，各种各样的 basil 很香，一颗就可以长很大。这个是宽叶的 basil， 这个是彩叶的 basil。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大家对今年小西红柿的反馈。这个 Sakura 呢表现不错，不够甜。这个 Citron 呢可以代替Sun Gold， 相对来说比 Sun Gold 不容易开裂，而且果子呢也稍微大一点。这个转基因的品种呢除了花青素，口味呢大家反馈的不太好。梦想青田是今年种的，大家反馈都比较好的品种。我的朋友在阳光更加好、种植条件更好的地方，今年种出来比我的还要大。